啊，我们这次讲的一个品种是什么呢？是粉彩。粉彩的出现要明确一条，它是受珐琅彩制作工艺影响而创新的一个新品种。上次我们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讲市场当中现在出现的一些新的名词，这些新的名词就是我们讲的洋彩的问题。所以刚才我前面跟大家讲了那么多，为什么需要我们市场的这些朋友们要了解历史啊？为什么洋彩这句话突然出现？其实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它过去就叫洋彩的。所以洋彩就是粉彩，粉彩就是洋彩，这个观点我们要明确起来。上一次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玻璃白的使用，这就是一个色料的使用。这种色料的出现是在调配和我们中国人自己配制珐琅彩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材料。由于它的色彩当中有铅、砷和氧化硅，就形成了刚才我说的那个专业名词叫玻璃白。请大家注意，这个玻璃白的使用就告诉我们，它是粉彩必备的条件粉彩必备的条件，它和珐琅彩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从表象上来讲，由于玻璃白的打底，然后上面加彩，通过烘烤以后，它在釉的表面产生张力，因此它和别的彩是不一样的。别的彩是比较的平准光滑，而加了玻璃白的这一个部分，由于它在釉面比较的有张力，所以这一块地方它在釉的表面是凸起的我们用手去一摸，发现它是凸出来的，产生了这种凹凸的感觉。这是什么？这就是玻璃白产生的作用，也是我们粉彩，我们对这件东西下它的结论是粉彩、珐琅彩、五彩等等，这是一个前提。粉彩这个词就是因为它产生的，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名称什么时候出现的？再明确一次，这是公元1906年，光绪32年，有一个叫陈留这么一个人写了一个陶雅，他在上面最早提出了康熙彩印粉彩这个彩软的这一个观点，软彩者粉彩也，这就是最初我们提出的观点。顺此而来，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按照这个观点，把这一个称呼延续至今大家注意这个名称。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第四一个就是粉彩和五彩这个两者之间的区别，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不知道，因为今天的朋友我这个因为我的电脑上面的这些东西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几个方面不同的地方，请大家要切记，这个就是我们鉴定区分五彩和粉彩不同的地方那么昨天呢，我们也同样在这儿举办了一个学术讲座叫广彩琳琅。这个当中呢，我们在场的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彩广彩究竟是什么彩其实它的结果呢，实际上和我们粉彩是相类的它也是受什么珐琅彩的影响，在色彩的使用上、配比上，那么它实际上是和粉彩非常相类的。所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色彩要比粉彩更加的艳丽，再加上它喜欢用描金，那么广彩喜欢叫织金所以它会产生金碧辉煌的感觉所以广彩和粉彩实际上是出自同门，但是它的彩的使用却有不同。我们中国人所需要的这种粉彩，是我们中国人的审美情趣的表现，而广彩它是不一样的。广彩是我们有一个13行，它是对外交流的一个平台和机构，
是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的一个窗口，对外贸易的窗口。那么这个里边这个窗口啊，主要是对外贸易的，所以光彩的出现，它主要是对外的，啊，它和我们讲的粉彩还略有一些不同，因为粉彩主要是面对国内的市场。当然，我们也看到大量的流向海外，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当初的思想，它主要是面对国内市场的，而不是对国外市场。而广彩，它就是为国外市场打造的，也同样是一个品牌，啊，中国对外的品牌。因为中国的陶瓷，啊，在当时代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对欧洲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它的制作、它的工艺、它所持有的特性是外国人做不到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天花板，啊，外国人做不了的。我们当初见到的英国人做的那个所谓的陶瓷叫骨灰瓷，因为他还不知道用磁石和高岭土来做，这个在欧洲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了解，是吧？所以那个时候特别受欢迎。那么所以外销在全世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广彩的功能。所以我们昨天在这个学术讨论会上，大家也是很热烈啊，探讨研究啊，了解广彩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里边很多的用彩的方法，实际上是广州的画师啊，用外国人所喜欢的颜色进行调配，然后绘画啊。当然广彩有广彩的风格，我们今天在这儿就不讲啊，不讲了。那么这个主要讲的呢，就是它的一个这个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这个粉彩啊，和五彩两者之间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啊？这个我们讲了几个问题。那么最后一个呢，就还是讲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我们史料记载当中，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什么呢？就是洋彩和粉彩的关系啊。刚才我们前面讲了，光绪32年才有粉彩这个词，在32年之前是没有粉彩这个词的，通通用的是什么？洋彩或者五彩啊。这个呢，请大家记住就好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上一讲啊，专门给大家讲到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节点。这是我们在学这个粉彩和了解粉彩这个品种的时候啊，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关键所在，也是我们鉴定知识在碰到东西的时候要努力去运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这个是我们上次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专门讲了这么几个重点啊，讲了几个重点。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延续上一次的，我们继续再讲。那么到了清代早期，我们都知道清政府为了更好的管理景德镇窑务，他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选派官员管理陶镇其实呢，这个制度的建立就是建立督陶官制度这个在这个清代呢是比较明确了，但是告诉大家，在明代也有的明代也有的。比如说明代宣德就曾经委派中官叫张善这个人到御窑厂督陶，但是这位仁兄呢，这个也不知道脑袋进水了还是理不清爽，他把御窑厂宫廷定烧的这种我们现在叫不管叫大运瓷也好，还是御用瓷器也好，结果他把它烧出来以后他馈赠同列这史料记载的。什么叫馈赠同列呢？比如说朋友来了甚至是这个上面的某些官员来了，或者自己的朋友同列的一些官员们来了，拿出瓷器来就送给他们那么这个问题出现等于自己对管理窑务这个工作根本就不当回事情，对这个皇帝对他的委任根本就这个不去认真的执行。结果宣德皇帝知道以后，枭首示众，就把张善这个人脑袋砍了以后挂在市井陈列以儆效尤。这就是当年这个在明代早期就有这么个先例
当然不像清代啊，这个读陶官制度呢已经形成一个系列啊。相对明代的话呢，它就更加的严谨啊，人员的话呢也是更加的负责任啊。在这个史料记载当中呢，我们大家注意啊，康熙29年到27年，当时派驻景德镇御窑厂的读陶官为工部余衡司这个郎中叫张应选啊，这是康熙19年到这个27年这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所烧出来的瓷器呢，它代表了康熙这个景德镇早期的制作水平。那么大家要问了，他说你现在跟我们讲这个啥意思的？我等会儿给大家讲，马上和前面我要讲的这个有联系来的这个呢我必须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声明。康熙44年至51年，江西巡抚郎廷吉主持御窑厂窑务。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郎窑红嘛，郎红嘛。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也的确烧出了一些很著名的一些瓷器，比如说这个仿明代宣德红釉的就是郎窑红，还有什么豇豆红釉这个都是这个康熙晚期的作品，以及仿明代宣德的青花发成化的斗彩那么还有那些白釉的脱胎器等等吧，总归品种还是比较多的。那这些东西呢，都代表了康熙晚期的这种制作水平。这个呢，我们把这个思路要把它捋一下，因为这个在我们清宫档案这个记载当中呢，这两个人是记载的比较清晰的，而且他们做什么事儿、烧什么东西、什么品种都有记录的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康熙时期的。那么雍正4年当时呢是让谁呢？年希尧以内务府总管，以这个身份呢，他去管理淮安关板闸税务之职，要让他去管这个淮安关去了。这样的话呢，他监管景德镇的窑务这个呢是在南浦的景德镇陶录当中就专门有过记录讲到什么呢？年窑厂器也，这个肯定了，告诉大家，年窑是以人名来任命的这个窑，这个是我们清代早期有这么一个特性的，以人名。刚才我们讲的郎窑是因为郎廷吉，再往前张窑张应选，这个呢是以这个这个年希窑叫年窑。那么独理淮安板闸关年希窑管镇厂窑务，选料奉造极其精雅。驻厂协理官每月初2、16两期谢送色样，至官陈请，遂领官毕。着器多软色大家要注意这个年希窑烧的东西通过这个史料的记载，着器多软色，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鸭蛋、鸡蛋叫软色说明它是烧单色釉比较多。园内这个叫银素如银，阶间青彩，或描锥暗花，玲珑铸巧样，仿古创新，是基于此。这就是景德镇陶录当中讲的这一部分。请大家注意年希窑在这个景德镇是雍正4年，大家要注意我这个每个年代我校定的很清楚，是告诉大家要注意这个时间的节点。那么到了雍正6年至乾隆21年，那是谁呢？内务府员外郎唐英到景德镇赴任，驻厂协理窑务。那么这就是唐英就直接住在了景德镇，负责这个御窑厂的工作了，窑务工作。那么这个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景德镇这个唐英这个人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以及对于我们这个包括收藏家，包括我们研究部门的人员，包括市场爱好者，对唐英所谓的唐窑，这个我在这儿就不多说了。但是呢，这个呢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这个历史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讲了这一部分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对，我们跟你讲这个其中呢，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康熙19年至2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它是没有相关资料记载的。那么康熙51年到雍正初这一段时间呢，
也没有相关的记录记载这个御窑厂的一些具体情况。这2段时间呢，说老实话，就形成了一个时间上的空白。那么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跟大家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如果这个提示能给大家能够提供一个参考，那也算我们今天能够解决一个问题。什么呢？有学人提出来，这个康熙的这个51年到雍正初有一个安窑。镜头前的可能有些朋友知道也熟悉，因为在市场上走来走去的一些朋友可能提到安窑，有些人是清楚的，但有些人呢可能不一定很清楚。这个所谓的安窑呢，结果我们查阅了一下，还真有这个所谓的安窑。安窑是这个窑主是谁呢？这个人叫安尚义，平安的安，高尚的尚，这个主义的义这个意义的义，或称叫安尚人那么这个人呢，他的字叫义之他这个人的字叫义之。康熙朝重臣，大家可以查康熙有一个重臣叫什么呢？叫明珠。明代的明，珠珍珠的珠，这是康熙的一个重臣。而这个安尚义这个人呢，是明珠家里的一个大管家是这么一个人物。那么但是呢，这个安尚义的儿子其实是个很有名的人这个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对书画有一点点爱好的人我在这里尤其我在镜头前也呼吁我们镜头前的朋友我们闲暇之余除了翻阅查阅各方面相关陶瓷的资料以外，我还希望我们镜头前的朋友抽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去关注一下中国的绘画史这个呢，对我们陶瓷的这个鉴定和对中国书画、对中国陶瓷绘画艺术，其实它们既是内在的联系，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我的提议，希望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能够把我这个建议能够听进去。我讲到这儿，为什么讲这个安尚义的儿子非常有名？他的儿子叫什么呢？叫安琪。这个安尚义和安琪他不是满族人，也不是汉人，他是鲜族人，就是我们讲的朝鲜族人。但是这个安琪他是康雍时期著名的书画鉴藏家。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对中国书画这个收藏这个历史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包括我们故宫里边的一些画，包括我们其他大博物馆里边收藏的一些画，有很多的画上都有一方印安琪鉴赏，安琪之印。我最初在看到这个印的时候也是很茫然，不知道这个安琪是个什么人。而且呢，这个安琪在我们的中国绘画史这个鉴赏那本书里边名人录里边不太清楚，但是在翻阅的时候发现了有这么一个有他的印。但实际上再慢慢仔细的去查阅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个大的收藏家，而且不是一般的大，很大的一个收藏家。那么这个安尚义他是隶属于明珠所属之正黄旗你甭看他虽然是一个管家，但是他是属于正黄旗康熙55年到雍正初期，安尚义在负责为清宫烧造瓷器。那么很奇怪一个明珠家里的管家居然为宫廷烧造瓷器，而且他是没有官方身份的，他完全是个私人的这个身份在烧造瓷器。作为明珠家里的一个家奴，居然能够把烧造瓷器坚持了多少呢？持续烧造了7年之久。这个是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安家当时呢
是仗着谁呢？仗着明珠的这么一个权臣啊，那么自己呢在天津开办了一个盐行。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先秦时期有一个这个文章啊，叫《盐铁论》，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盐和铁这个东西啊，都属于国家管理的，私人是不可以经营它的。但是，由于它是仗着这个权臣明珠的这个势力，因此呢，开办盐行成了天津知名的大盐商，所以他富甲一方，啊，非常有钱。那么有了钱以后呢，怎么办呢？是吧？在当时代玩瓷器啊，都是上层人士，闲情逸致，互相的评赏，啊，这个赏玩它是一种很重要的奢侈品，还有互相可以馈赠嘛。那么所以对于一个富商来讲的话，也必定他要去设立一下。那么他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自己烧一点精品，一来是可以自己玩一玩，那么也可以馈赠，也可以作为一个贡品啊，那么来上供。正是由于这样，所以呢，这个通过明珠的渠道啊，变相的去讨好皇帝。这就是当年这个安尚义啊，他是为了达到自己能够安定的富甲一方，能够挣到更多的钱，所以通过烧这些瓷器啊，每年把这个烧到的瓷器自己花钱，我去掏钱，我自己烧啊，然后呢，用自己家的人，这个上面讲得很清楚。安窑的模式是安尚义派家人，谁呢？叫马志宏、杨忠，还有一个伙计叫于登潮，三个人怎么办呢？到景德镇去买材料，去故宫烧瓷器，每年用银9000两。说老实话，这个数额啊，我们以前在推介嘉庆瓷器的时候，就曾经讲到，嘉庆皇帝为了提振朝纲，为了节俭，把每年拿出来的1万两白银作为烧造瓷器的费用啊，减至1半。到了嘉庆11年以后，再在原有基础上再减1半，一年大概也就是2500两白银。到后来干脆全部停掉。是有命则供，无命则止，就变成这么一个状态。你想想，一个皇帝都舍不得花这个银两去造瓷器来自己用，只有需要了，比如说，哎呀，这个内库里边东西确实少了啊，那么以前康熙、雍正、乾隆留下来这个瓷器啊也不多了，哎呀，这个不行了，赶快通知这个景德镇御窑厂烧一批什么东西啊，这个供到朝廷当时就变成这样。而这个安尚义，他为了讨好皇帝，每年花9000两白银来烧造瓷器。你可想而知啊，对于一个私人的窑厂来说，这个成本那当然是相当的高。也可想而知，这个他们当年办的这个盐行啊，每年要挣多少钱。那么好了，现在呢，他这个形式呢，它不像御窑厂那个规模，比如说我们讲的康熙的藏窑赵应远的藏窑，然后呢郎廷吉的郎窑那么兴师动众，它完全是不以官方身份为清廷服务，而且这个经费这个也不是来自官方也不要雍正皇帝去掏钱，所以呢这个呢，对于他这个免费的朝贡，对于宫廷来讲，那当然还是很欢迎的。那么我讲到了这个安尚义这个人，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就是康熙51年以后到雍正初这一段时间，因为雍正4年不是这个谁来接嘛这个年西窑接上了，雍正6年是唐英接上了，所以在前这么一段时间里边，我们有学人提出就是个安窑。那么安窑这个东西呢，
据我们故宫的一些专家讲什么呢？故宫存世的瓷器中有一小部分就是安窑所产。哎呀，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那很有意思。它呢混合在御窑厂进贡的官窑中，极难分辨出来。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故宫的一些专家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观点。啊，那么要怎么样区分安窑与其他的官窑瓷器呢？那么他们提出了一个观点，而且这个观点也是蛮有意思的，这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常识，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在鉴定这个瓷器当中有几大要素，其中有一个就是对款式的确认。啊，我们款式当中有当时代的，但是也有委托的，也就是后人仿的。啊，那么这个几大要素当中，对款的确认是我们鉴定瓷器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步骤。那么我们这些专家们就提出了这个观点，首先要确认这个窑里这个安窑它这个款是怎么写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很容易的把安窑的东西和我们讲的御窑厂的或者说大运瓷就可以把它有机的区分开。哎，这就是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这个提醒大家要注意了。我现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细节。那么他们是怎么提出这个观点呢？他们认为安窑的款式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大清的清字右下部分月的中间一横变为一竖。我们知道清是3点水，这边是青颜色的青，青天白日的青，但是这个青下边是个月字，里边是2横，但是呢安窑它是这样，这个月字里边呢有上面那一横变成一竖，底下那是一横。那么这个呢就是安窑的落款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和标志。那么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上一次我们看到的一件东西在琅窑就是康熙粉彩瓷器当中，大家不知道记得不记得，有一个粉彩花卉的水鱼儿，底下那个款6字3行楷书款，它是青花的。这个大家还记得吗？它那个大清的清字底下就是这么个写法。来，我们现在来这个确认一下这个大家看见了这是一个粉彩花卉的一个水鱼儿这个上次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了。好，我们来看看它的款的写法。大家注意没有？这个大清的清字，这个底下看见有月字上边，这个里边是一竖加一横，看见没有？这个是一竖加一横。这个款的写法，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故宫的专家他提出来，这个安窑它的款的写法是这么一个写法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简单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东西，那么会不会就是安窑的作品呢？我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给我们镜头前的所有朋友，请你们记住，这个款的写法按照这些专家的提法，就是安上义安窑的落款方法，双圈6字3行楷书款，大清的清就是这么个写法。我们前面在这个阐述安窑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讲了，它是康熙到雍正早期这么一段时间里边，这个安窑一共烧造了7年之久。所以我把这件东西提出来，也提醒我们大家注意，这件东西按照这些专家的说法，它就是安窑那么然后呢，我现在再给大家这个看一些类似像这样写款的作品这个上次我们讲座完了以后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我收集的资料当中去寻觅类似这样的写法
如果这种东西大家都能公认或者确认就是安窑，那么好了，那么我们就解决了康熙到雍正时期安窑作为贡品供奉朝廷的这些东西它的原来的面貌这个是对我们鉴定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件东西大家要注意，这是故宫的收藏这个是确凿无疑的确凿无疑的。上次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个落的是大明成化年制款，一个落的是大清康熙年制款，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同样落的是大清康熙年制款，唯独不同的是清的写法。我把那件的清的写法给大家看一下看见没有？这个清的写法它是竖的双签2行6字楷书款，和刚才那个款的写法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清的写法底下一个月字，里边是2横而不是一竖一横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给大家强调的，这个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注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相信镜头前的100多位朋友，至少你们可以知道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现在来看其他的几件是怎么回事来，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件东西呢是香港望星楼的一个藏品这是我一个朋友他的收藏。这是个斗彩的这个荷塘这个花卉这是荷花荷塘的这个花卉，大家注意一下，看看它的款，这是斗彩的。我不知道镜头前的朋友能不能看清楚看见没有？这个大清的清字，看见没有？这个清的写法是一横一竖看清楚没有？这个是康熙的斗彩康熙的斗彩。这个写法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故宫收藏的那件康熙粉彩的写法如出一辙，双签这个3行6字楷书款这是第一件再继续，看见没有？这个是寿上加寿，也是一件斗彩也是一件斗彩。这个纹饰在我们康熙时期的大运词当中有同样的尺寸，同样的图案，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写法不同。大家注意我等会把这个专门把款给大家看。先把这个主体纹饰看一下，这是上面是青花寿字，中间一个寿桃，然后是一个鹤，鹤本身就是象征着长寿的。那么这件东西也是斗彩，康熙斗彩。好，我们再看它的底足，背面的纹饰，辅助纹饰是灵仙祝寿。灵仙嘛，大家都知道灵芝嘛，仙草、竹子、石头，灵仙祝寿那么请大家也是注意一下，看见没有？底下也是双圈6字3行楷书款。这个清的写法放大了给大家看，这个清字是一横一竖这个写法我相信这个字的这个款式非常清楚了我们可想而知，在康熙的斗彩当中，如果按照我们故宫的专家讲，有很少一部分是混在故宫的宫廷收藏的瓷器当中，我们不妨把我们手上的资料把它翻阅一下，把它们请出来，和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大家见面，我们把它有机的甄别出来。那么这样的东西，按照故宫专家的说法，它最重要的标志，安窑就是这么写款的。好，我们再看，它的品种很多好，这个皇帝绿龙、紫龙、二龙戏珠的这种图案，在康熙的大印瓷里边，不仅仅是我经手过很多，我们看到的也很多，尺寸大小
完全一致。这个它的周边是用的瑞果，中间是二龙戏珠，啊，这个纹饰。那么这种东西，宫廷里有，啊，那么我们再看它的底款，写法和青花的一模一样，外边是也是两条夔龙，但是底下款的写法和我们刚才青花的写法呀，如出一辙。那么这就是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你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一定要注意了，这都是我们讲在鉴定过程当中特别注意的一个细节。好，我们再来。我相信这个纹饰呀，镜头前的朋友啊，我们大家要注意，在我们的拍卖市场当中啊，在市场的流通当中，这个海水龙戏珠这个纹饰啊，见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它上面用矾红画龙，然后呢用青花和绿色调来绘制海水和银纹啊，还有这个山石。那么这个龙纹盘，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在哪儿？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龙的头的画法，和我们正常的，不管是民窑的龙头，还是我们大运瓷上面的这些龙头的画法，是截然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大运瓷上的这些龙头啊，是长方形的，龙的下颚特别的长，它超出了上颚，棱角见方。而我们请看看这个龙头啊，它这个龙头不是长方的，而是形成一个正方形，显然和我们御窑厂的工匠画的这个龙头啊是不一样的。很显然，这个画师啊，看来画龙头的水准和我们御窑厂画龙的这些师傅啊、画师啊，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所以我们在市场当中看到这种龙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这种龙为什么和它不一样呢？好，我们来再看它的底足、底面、背面青花，同样是用矾红画的龙啊。那么但是这个款的写法呢，和我们前面看到的不一样了。刚才我们这个款呀，是双圈6字3行款，是横款，但是这个款呢是双圈6字2行款，唯独只有一个东西没有变。那么请我把它放大给大家看，注意没有？这个青的写法没有变。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镜头前的朋友啊，对这个细节要加以关注了。一个是横，一个是竖，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在拍卖市场，我们在一些博物馆里边都曾见过它，可以说老熟人啊，应该是很熟悉的了。但是唯独这个款，也许呢过去我们没有这么关注它，反正大清康熙年制，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康熙时期的东西，这个没有什么好疑问的。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对。但是是不是我们御窑厂烧制的呢？那么这个我们就要打一个问号啊，打一个问号。好，我们再看下一件，大家注意没有？这可不是